现在是6月9号的凌晨啊，我录一个 LG 的一个视频。LG 刚刚更新了全新的固件啊，然后在杜比视野下，这个色调分离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，就是它人物想向下游的时候，发际线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依旧跟之前一样的。右边是索尼的 A95K， 你看到索尼上面是没有的啊。LG 的这个问题从初发固件到现在一直都有这个问题，到现在都没解决，也不知道到底最终什么时候能解决啊？那我拉通了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在一些渐变的地方，你看这些渐变的地方，它会比索尼的老 OLED 要好一点，包括这种很暗的地方也要好一点。但是它就是在很多地方会出现那种白色的，你看这种地方，这种白色的有点烦的东西，而且它的低亮度像素没有那么稳定啊，它更容易出现这种闪屏。这个唉，没办法，这么久了都搞不定。看一下前面啊。看到 LG 啊，它在暗部比较偏蓝一些，就跟我之前测量的数据还是比较匹配的啊，就是它在低亮度容易偏蓝，然后中高亮度会偏红一点。它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就是在低亮度画面下，它的像素总是有那种轻微的闪烁啊，肉眼会非常非常轻微的能看到，拍视频的话就加重了这个情况。LG 的低亮度控制一直说实话不是那么优质，但是这一代真的有进步。但是你说它是一流的呢，也不算一流的。你看它人物的那个发际线那儿，那这种就是黑色和灰色之间的过渡，就是老是有这些小问题。有时候你说它很棒啊，它也不是特别的棒，总差那么一口气啊。好吧，拍到这里。另外还要继续吐槽的就是它的这个菜单的亮度依旧没有修改啊，这个菜单的亮度依旧是峰值亮度进行显示啊，非常容易出现图像的残留。你看，我把这个菜单显示了一会儿，然后我把它关闭，你能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残留啊。我把曝光调高一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倔 LG。这刚刚菜单的残留啊，看到没？这个地方。我不知道 LG 为什么这么倔，不愿意改这个菜单的亮度，真的有点无语啊！你看到这些画面都还能看到这个菜单亮度的残留，真的有一点影响心情的，这个使用起来，依旧能看到啊，这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亮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画面，能不能看到啊？这个地方还是能看到。再看下一个画面，还是能看到。好吧，它这个残影差不多得留下个半分钟到1分钟的样子，反正这个说实话，有一点影响体验的。